你有没有想过，你平时数钱的时候，也有可能把自己给数死？哎，别不信，你现在兜里的钱可能就已经随机被陌生人给下上了毒，而且这钱已经过了无数人的手，你压根不可能找到是谁下的毒。这头男士就是数钱的时候突然暴毙，而柯南脑子都要想炸了。这钱上确实有老毒物演员氰化钾，但这钱是他从无数人手里赚来的，那这不纯纯就是市民投毒随机杀人吗？总不能把米花市民都铐起来吧？啊，确实米花也没杀良民，都该杀。这会儿木木警犬警官为了赶紧下班上网吧包宿，强行拉来了仨人顶罪。大叔当即便表演了个魔术，你们看，你们老板今天晚上被人谋杀身亡了。咱讲话的物理上社长已经射死了，死后你还把人家白布周了，展示一下，这真是物理心理双重社死。现在离谱的是啊，这仨冤种员工竟然都痛恨社长，巴不得他死。毛利当场认定，既然钱上有毒，那这毒就是给社长送钱的会计下的。但突然进食小哥指出，钞票毒物上沾的指纹和死者的指纹完全一致，这说明啥？这说明是自杀。行，下班。这说明钞票上的毒是来自死者的手，他被毒死跟钞票没有鸡毛关系。可最诡异的是，整个房间有毒物反应的，除了钞票就只有门把手和门锁了，而且还都是被死者的大拇指沾上的。咱讲话的氰化物不愧是米花实力派老演员了哈，来回抹了这么多回还能杀人，看来沾上就只有剁手才能保命了。瞬间柯南脑袋微微一炸，这头死者肯定是出门沾到了毒物，然后回来数钱时一左手就死了。所以这头死者当时到底瞎戳进了啥呢？所以这会儿警方也开始拷打仨嫌疑人，来的时候碰过啥。但离谱的是，这仨人相当真诚，甚至连刚才自己窜稀时干的几号档位冲水都交代清楚了。这仨人淡定的完全不像凶手，秘书小美甚至还闲着没事去泡了个茶，剩下那俩人一个玩电脑，一个去接着窜稀。案发现场让这三个爹泡坏的稀碎。臭骂一顿后，这三个爹终于老实了下来。汪汪队闻着味儿发现他三个身上都带着个手帕，而且手帕上还都沾了点汪汪队的小零食。警人解释，他们刚才都有上厕所，完事后免不了擦一擦。没错，我说的是擦手。瞬间柯南脑袋轰的炸开，下一秒直接触发被动，啊连连啊连连，我要上厕所。果然厕所有一瓶刚用过的消毒液，同时他注意到这三个嫌疑爹里有一个人一直在保持同一个动作。柯南懂了，上脖子，大叔给他们整个活。好，走出来。这会儿柯南也懒得装了，直接站在大叔的人中面前开始推理。原来凶手是利用了一样东西让死者碰了毒。你们想一下，死者数钱时习惯舔大拇指，那到底碰什么东西必须要用大拇指呢？话音未落，一阵索命声传了出来。原来是煤气灶上的水烧开了，木木脑袋轰着炸开。原来煤气灶开关就是那个必须要用大拇指才能关掉的东西。凶手在开关上涂，然后烧着水离开。等水开后，死者就会匆忙去关煤气灶，这样他手上就会沾上毒物。等他数钱时，小嘴一嘬，他就变成米花土特产了。至于凶手嘛，就是你，小美女士。这告你不要乱整话啊！我告你诽谤，你知道吗？我告你诽谤啊 ！OK， 确实煤气灶上没有毒，氰化物这种物美价廉的米花特产，短时间也没法擦掉。但是米花市民下山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你用了漂白剂。话音未落，小兰拿着碘酒赶到，原来小美手帕上沾的根本不是水，而是漂白剂。碘酒滴上后根本挂不住色，漂白剂不光能去除颜色，还可以去除氰化物的毒性。你一来现场就去厕所给手帕沾了漂白剂，然后又假装闲着没事去厨房烧水擦掉了开关上的毒。你深知木木一行人智商低于边牧，根本不会仔细检查你的手帕。你从刚才到现在一直藏着左手，我想是因为你害怕擦开关时沾到的毒物会在你抽蚊香时不小心嘬进肺里吧？证据确凿，小美脆甲不是小美点了根蚊香承认了罪行。原来啊，小美的男朋友曾因为给小美治病向死者借过钱，然而等小美出院后却发现男朋友因为还不上钱上吊自杀了。所以小美来这家公司其实就是为了一步步接近死者，给自己男朋友报仇。咱讲话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老板借你们钱治病，你们还不上还把老板给杀了。人家老板纯纯就是个良民，他唯一犯的错就是把钱借给了你们两个活阎王。果然啊，生在米花就是原罪，生在米花长得还丑还是个良民，那更是罪上加罪。